有句话说，当你20岁读三国时，你会佩服曹操，他南征北战，成为一代枭雄；当你40岁读三国时，你会喜欢上司马懿，他隐忍不发，成为最终赢家；当你60岁读三国时，你一定会为刘备感到热泪盈眶，他志存夙愿，一生只为匡扶汉室。而当时的汉室天下在传到横陵二帝已经风雨飘摇，大厦将倾，至黄巾起义，宦官弄权之后，朝中更是人心惶惶。而外戚何进为将宦官铲除，居然从外地引进了董卓的西凉兵马。这一来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董卓一路烧杀抢掠，在将十常侍铲除之后，直接把持朝政，废除少帝，立陈留王为献帝，以当朝太师自居，赐剑履上殿，入朝不屈，咳嗽不带喘。而满朝公卿都被董卓的淫威屈服，这样的朝政公卿自是不忿，可是谁叫自己一伙无兵无势，可也不能任由董卓把持朝政。于是王允以自己60大寿为由，广发英雄帖，在家中聚宴，专为商讨对付董卓之事。待董卓走后，由宫中内应向朝中大臣传话，可偏偏落下了曹操。等了半天，小侍从对自己爱答不理。小公公，曹大人，我都等了你半天了，你就没有什么信儿要传给我吗？你刚才对所有人都窃窃私语，却为何不对我说呢？你是瞧不起我曹操吗？可阿蛮兄上进呀，想着匡扶汉室人人有责，于是直接找到当朝首领大臣，也想去参加寿宴。可是由于阿蛮兄出身宦官之后，满朝尽是士族大家，天生对孟德兄有鄙夷之心，再加上自董卓入京以来，曹孟德居功奉事，尽现谄媚之态，更让这帮士族大家对孟德兄唾弃。虽然孟德兄急景自嘲，想消除众人对自己的误会，可是对方仍是咄咄逼人。先皇旧臣也个个都是以王允为首的帝党心腹，而我曹操在你们看起来却品行清贱，敢为鹰犬，屈身是贼。哎，足下怎么不说了？你接着往下说呀。你怎么个轻贱法？怎么个屈身法？你做的是哪家的鹰犬？你是的又是哪家的贼？国贼董卓吗？你小子怎么了，袁大人？国贼二字，不是早就被你们这帮公卿大臣喷碎了呀，抽碎了心了吗？怎么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京师皇宫之中，却不敢大声地说出来啊？公卿士族想奚落曹操，却反遭曹操嘲笑，故而王允寿宴邀请了当朝士族大家同朝围观的众人，唯独没有请曹操。夜里曹操没有得到王允寿宴的邀请，干脆不请自来。看到王允将众人招入府内，曹操四周扫了一眼，长吁一口气，心想成败在此一举，直奔府门前叩门。王允正在宴赏宾客，忽听手下传报，曹操拜见。众人一听是曹操，还没等王允开口，就已骂声一片。曹阿瞒，真是太了，近乎厚颜无耻啊！董卓一进京，曹操就拜入董贼门下，卑躬屈膝，邀宠献媚，简直是丢尽了世子人臣的脸面呀！可王允却感觉曹操并不是谄媚之人，近身是董必有深意，于是安排人在席末为曹操再填座位。等曹操入宴，见众人对自己不屑一顾，又将自己安排在末尾。曹操心中并未在意。随着宴席开始，王允放声大哭，告诉众人今天并非他的寿辰，而是大汉王朝的忌日。听得王允如此哀叹，众人悲从心来，宴席上哭声一片。不想曹操这时却在大笑。王允见状询问曹操为何发笑，不想曹操语出惊人：满辈是在笑，满做大丈夫，尽做女儿态。你们就是从天黑哭到天明，难道能把董贼哭死不成？你有何能？出言竟如此轻薄。曹某不才，弹指之间便可将董贼的首级取下，悬于长乐宫门。王允见曹操雄武放荡，豪气冲天，害怕宴席上人多口杂，误了曹操性命，直接命人将曹操插了出去。曹操原本以为王允也是迂腐之人，没想到刚出府门就被府中内侍留下，坦言王允看中曹操，害怕宴席上走漏风声，误了曹将军性命，并将曹操请入别院。稍不多时，王允来到后院见到曹操，坦言自己害怕宴席内有董卓耳目，不得已出此下策，
并向曹操见礼赔罪。曹操见王允信得过自己，直入主题告诉王允自己去身是董，只为有一日将董卓斩首。现如今自己因董卓的信任可以直入董府内约，但董卓一向精明果敢，对刺客防范极严，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入睡时也是身披甲胄，关键是董卓铁身内衣经丝铠甲所制，寻常刀刃难以刺入。听闻王司徒大人府上有祖传七星宝刀，传闻此刀有销金断玉之力，所以自己才厚颜无耻以拜寿为名向王允讨要七星宝刀，以保刺董万无一失。王允听罢，进入内府将七星取出赠与曹操，刀一出鞘，满是生寒。曹操没想到外表如此朴素，刀身却寒芒乍现，瞬觉定能刺死董卓。可王允却担心曹操，如若刺董成功，他如何脱身？不想曹操霸气凛然。致使魏国除犯，岂能不惜一体性命？如果能把董卓的图挂在城门之上，我曹操便可轻视；如果不能挂在城门上，我可能是曹某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也在所不辞。王允万没想到如此国难当头，居然有曹操这样的猛士为朝纲社稷挺身而出，瞬间感动得无比附加。你真能手刃巨贼，那必然功盖天地，万世不朽，400年大汉皇朝之命运，此时此刻，俱托付于孟德兄之手了。